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我们给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营销管理全体系的课程的第一章节里边的第二小个知识点，营销管理全体系一级节点。那么什么是一级节点呢？就是这个节点它一定是我们营销的关键节点，而且的话呢，它这个节点是需要我们营销和其他相关部门，包括集团，包括项目上的工程设计成本，这些相关部门共同来完成的节点，我们叫做里程碑节点也有很多企业也叫它一级节点。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营销管理我们的全部的体系范围之内，那么最重要的一级节点有哪些内容？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级节点的内容输出。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话呢，就是一个项目从拿地开始到清盘营销管理的项目总负责的一级管理节点的18个知识点给大家逐一分享一下什么是一级节点老师刚才提到了我们一般一级节点的话呢，会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重要节点它关乎到我们项目的整个营销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复杂节点，它是我们说多部门交叉、多部门协同配合，要开会、要总结、要反复研讨才能确定下来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说的一级节点呢，是我们的关键节点。如果你是一个项目总，如果你是个营销一把手的话，就要对这如下的18个节点要重中之重，把这18个事干成了，这个项目的营销基本上就能够有效保障。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我们的一级节点从这个 PPT 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把一个项目的开发分为5个阶段，分别是项目定位阶段项目开盘前准备阶段建售楼处沙盘模型、物料道具项目首开期一般就是开盘前45天我们从续客期开始，售楼处开放作为里程碑节点到续筹、升筹到开盘解筹，开盘后15天里边包括我们的2次开盘，包括我们的签约回款开盘前45天和开盘后15天，这60天加在一起我们叫一次首开。续销期呢是从强销期之后，就是开盘后15天之后开始到我们的交付。然后呢进入到清盘期呢，就是一般项目进入到只有库存1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项目进入到了清盘期。所以一般我们的项目营销管理是分为5个阶段的，这5个阶段的管理内容和重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5个阶段里边，我们提取出18个关键技术一级节点，给大家进行管理方面的一些约束。你把这18个点管理好了，那这一条线基本就确定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18个节点有什么内容。首先第一个叫项目定位阶段。我们一般呢说呢，项目定位阶段的话呢，要开3个会第一个会是辅助什么的呢？辅助决策拿地的，就是拿地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叫以财务为牵头的，叫做项目经营测算这么一个会议。那么营销要关注这个节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成交拿地我们要提供什么呢？可研数据，叫项目投可研，又叫项目决策可研的一个报告数据，是吧？刚才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拿地到底是听谁的在过去3-5年市场好的时候，15年到16、17年的时候，很多老板甚至是很多的总裁更多关注于决策人员，是吧？跟政府搞关系怎么勾地怎么拿地更多关注于决策给我们的数据。但是到了18、19年了，拿了好多地不赚钱，是吧？你想拿2万4的地，最后卖3万块钱，最后卖不到3万，只能卖到2万4、2万4、5、2万7、8，是吧？最后卖一个赔一个。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新时期的营销工作，我们前置到拿地环节，帮助我们的项目给到投资可研从前期部拿到项目的土地建安成本从工程部、设计部、成本部拿到了我们的建安成本的这个静态成本控制从项目总了解到这个项目开发周期、税收从营销拿到我们的项目在开发期、建设期、销售期里边的我们的售价支撑。通过我们4个环节的确保，能够保证这个地叫动态成本测算是科学有效的，能够确保我们在算账阶段项目盈利性是可达到我们集团的需求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重要节点是什么呢？叫投资可研报告，就是我们要给我们营销市场上做一系列分析，告诉他你拿这块地能卖多少钱，能够实现我们的回款和我们的项目利润率。
那么第二个科研报告呢，叫做拿完地之后了啊，地拿下来了啊，我们如何通过营销的市场的研究啊，关于政策前瞻性研究啊，关于市场竞争力的研究，包括我们的客群的研究，通过3大主体的研究，给项目一些个啊在设计方面的一个设计定位的一个前瞻啊，告诉他这个房子是做毛坯啊，还是做精装啊，是做多少钱精装啊，是在哪个技术上面能够产生溢价呀，中间挖个湖啊，还是建2排树啊，是吧？是做个科技豪宅呀，还是立面贴砖啊，还是要建个小学呀？啊，给我们啊市场表现好卖房子一些建议，给市场能够产生溢价提出建议。我们叫什么呢？叫做项目定位报告。啊，这个报告一般都是服务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规划建议书，就是我们要出规划建议了，给设计院给我们的设计建议的时候，那么营销要提供这个报告。那么第3个会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项目，我们说龙湖叫项目的启动会，万达呢就项目定位会，就是最后我们这个项目决定开发了，是吧？给我们的项目总下一个决策指标啊，你要完成我们的 IRR、ROE、ROIC 所有测算，你要完成我们的交付这个开盘呐、取证啊，这个节点啊，我们叫里程碑节点或者1节点下这个决策任务书，这个会议啊要提供意见建议。营销在这个项目定位会的时候，要提供我们的销售周期，这个销售周期一定要跟我们的开发周期、跟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现金流要求、现金流计划相匹配。这个项目到底是分3期还是分5期，是吧？啊，分3年开发完还是分5年开发完？只有营销提供了我们的回款计划了，才能反推我们的什么呀？开发进度和支付计划，才能反推我们的现金流测算计划，才能反推我们的什么税务筹划计划。所以我们说，营销在项目定位阶段的时候，其实要干3件事情。第一个，投资可研支持拿地；第二个是项目产品定位可研，支持产品设计；第3个就是我们的营销策略、推盘策略要服务于整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现金流安全以及我们的开发进度。这3个报告是我们一个项目销售的核心。没有这3个可研内容，没有3个计划内容，那么你整个项目的销售几乎都是按照我们的理想化的或者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技术来推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一个项目要想盈利，一个项目要有序的开发，能够保证各项指标达到集团的要求，就必须要把前期定位这个环节3个营销会议开好，把3个报告写清楚。所以我们说，一个项目要想取得成功，前置这40%的权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销管理人员必须要学会开3个会，要汇报3个内容。第一个会，项目拿地决策报告，这个房子未来3年能卖多少钱，是吧？首开卖多少钱，续销卖多少钱，清盘的时候拉到什么这个价格，能够确保这个项目能盈利，是吧？第二个，项目说做什么产品能卖出溢价来，是吧？我们1期做什么产品，2期做什么产品，产品配置和我们的推盘策略以及我们的开发策略、价格溢价能力的策略是一定要相匹配。就是项目定位报告给到设计院给我们的产品提出建议。第3个就是我们的推盘节奏就是营销的我们的这个操盘计划报告，是吧？这个项目怎么操盘，分几期，首期卖什么怎么拉价格，怎么推盘，怎么回款就是我们的全盘的营销方案报告。这3个报告是考察每一个操盘手整体的项目决策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环节。我们在后面的课程给大家分享这个报告怎么写，这个定位报告怎么做。我们现在很多操盘手都是从暗场起家的，都是干销售起家的接触这个环节的话很少。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环节里边，大家要仔细认真听，因为必定这个前置这些报告是对我们整个的运筹帷幄，对我们后期的就决战疆场是有很大的支撑和帮助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营销人员补齐这个技术，要学会算账，要学会统筹管理，要学会做开发计划和营销计划，这是我们的营销管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核心。换句话说，你要想成为一个集团的重要营销管理人员，首先考核你的是不是有这种整盘的操盘能力，整盘的算账能力，整盘的经营运营能力。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集团高管或者是一个项目高级营销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那么我们说第2个阶段叫开盘前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话呢，大体上我们也分为3大板块知识内容，就是开盘前要干3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年度计划我们很多开发体系我们要做完一个整盘计划之后了，要把它分成3年5年的开发周期。
那么我们把这个再切碎一点，就是每年要干什么事情。第一年首开年是吧？这一年里边我们到底是1、2、3、4、5、6啊，3个月这个开盘，6个月回正，还是要6个月、8个月开盘，实现我们的完美诠释啊，实现我们的这个高溢价啊。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经常会以年度会的方式来决定这个项目这一年的重点工作啊，能够服务这个年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个项目年度的营销策略方案的制定是一个操盘手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说，如果在项目定位阶段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知识内容就是我们说的整盘的推盘计划。那么我们在开盘准备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把今年干的事情要做好。虽然说我们这个内容可能只是我们全盘营销策划的一部分，是吧？但是这第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需要准备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开盘前的工作计划。我们的营销跟一般卖汽车呀、卖安利、卖保险、卖手机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卖现货的都是卖批量生产、批量销售的，销售比较稳定的。而我们房地产有一个开盘技术，是吧？如果你首开效果不好的话，后边就无法实现顺销。如果首开没有形成一个报销的一个现场现状的话，你的议价能力就很难确保所以我们说中国房地产的营销跟其他行业的营销有区别，就是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些个定向挤压式的开盘技术，因为我们是准现房销售我们是非实物销售的，老百姓今天交钱了，3、5年之后给你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客户犹豫的时候、纠结的时候，给客户一个开盘技术。这个开盘卖汽车不会用卖服装卖手机、卖餐饮都不会用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地产有。所以的话呢，如何做好开盘是我们营销的一个很关键的技术。但是开盘前准备期在开盘前要做一些个销项计划，你要售楼处要搭建呢，你的物料道具要制作呀，是吧？你动线设计要研究销售员的销售说辞要培训呢，这些内容全部应该是在开盘前准备期要完成的。那么我们说开盘准备期第二个里程碑的节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开盘准备计划，然后呢逐一销项，来确保到那一天我们开盘完美诠释。所以我们说开盘前准备期第二个标准的节点里程碑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开盘前的工作计划准备清单。在万达我们有一个228项开盘前准备清单一个开盘前要干228项工作，逐一销项到点交卷，只有228项工作完成了，你的开盘才有保障。那么开盘前准备阶段第三个里程碑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品牌落地期的推广执行。这个阶段一般我们是没有售楼处开放的，在拿完地到售楼处开放这100天，我们要干什么前宣工作？比如说万达它会有什么品牌馆开放开工庆典的活动万达中国行把这些业界领袖拉到万达其他的厂子里边去看什么广州白云上海五角场是吧？西安大明宫这些个优质的万达广场，然后让业界领袖得到充分的信任通过业领袖的传帮带，让第一批客户感受到第三方的建议，这样的话才对我们开盘旺销起到一个帮助当我们没有售楼处开放的时候，客户没有接触产品之前，当我们还在做一些开盘准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营销推广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在立围档的时候在这个建售楼处的过程当中，这100天我们要干什么工作？这也是我们开盘前准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技术。那么在很多标杆企业里边都会在这个环节里边，就是售楼处开放之前这100天，如何做舆情宣传，如何做意见领袖挖掘，如何和政府和媒体资源搞一个很好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这个交流能够整合社会资源为我项目所用，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在开盘前准备阶段我们要干3件事情。第一个要做好一个全年度的一个营销计划把指标分解，把动作分解，然后把我们的工作排序，这一年重要工作排清楚。第二个就是开盘前的准备清单为了完美开盘，我们要做一系列的清单，逐一销项。第三个重点工作就是我们说的开盘前在品牌落地期我们不讲产品，只讲企业品牌落地这段时间我们的具体工作。这3项里程碑工作是我们在开盘前准备期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3项工作。那么首开期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一个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首开，你第一次亮相是否实现报销，老百姓对你的产品是否热衷，对后面的续销和清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很多企业就专门抓首开，是吧？只要首开打得好，后边续销清盘绝对没有问题甚至有些企业就以开盘作为我们的营销重要节点
啊，比如说08年的是美的啊，只会开盘，我只要开盘做得好，我这一年里边3到4次开盘，就用开盘来打击市场啊，效果也不错啊。首开期，那我们关注什么内容呢？就大体要关注5项内容啊。刚才我提到了，因为首开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要首开卖得好，后边续销清盘都能做好，所以一般我们在里程碑节点里边特别关注第一次开盘啊。第一次开盘有很好的一个成果，有很好的一个展示面的话，后面的开盘、后面的续销都会按照第一个开盘的这种方式啊，客群导入啊、客群挤压呀，很好的经验进行传承。所以我们的营销工作啊，房地产营销特别在意第一次开盘啊，给大家讲一讲。一般我们首开期会关注5个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开盘计划。在中国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客群，开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孙老师干了22年这个行业了，我们走了很多企业，包括自己的经验啊，我看到的、听到的、学习过的、自己用过的开盘方式有不下11种之多啊，11种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战略。但是很遗憾、很可惜，我干了22年营销，我只用过6种开盘方式，那还有5种方式啊，我知道，但是没有机会去试验啊。希望我们的听课的小伙伴们，大家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自己的从业的这个20-30年里边，一定要把这些开盘都走一走、看一看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房地产营销工作，其实它的知识宽度和深度是非常非常博大精深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实践过程当中去检验自己的专业水平，去这个扩宽自己的职业视野啊。你看住宅开盘啊，我们叫什么？叫定向挤压式开盘。是吧？把老百姓搁到屋子里边去摇号激活他的这种抢购的热忱，贪嗔痴，把他激怒，放低曲儿，让他情绪高涨，是吧？摇号，终于摇到他了，产生的这种幸运感，哎呀，终于轮到我了，赶紧进去抢房子吧，啊，挤一挤，好多人挤进去了。我们管这种定向挤压式叫生孩子，是吧？挤一挤水出来之后，孩子很灵光，一挤一挤，终于挤进去了，哎，赶紧买吧，贵一点我也买。所以我们前面如果没有这种摇号挤压逼定，不放低曲儿的话，他就没有这种情绪的调动。如果你不抢的话，就没有这种溢价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说定向挤压式开盘是卖住宅、卖公寓最好的开盘方式，而且我们这种产品啊，产品功能和这种价格基本是匹配的比较像的。你比如说层差做的非常低，10楼没有买11层，11楼没有买12层，是吧？一层差个1平米差10块20块钱，但是这种方式只适合公寓和住宅，不适合别墅、商业、写字楼。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个，买别墅的、买商铺的、商业投资类产品的客户，他们思维非常缜密；买住宅是买产品，是吧？买商业产品，他们投资客，他们都是什么？谈生意的，他们很容易剧透，抢什么呀？是吧？这不是非必需品啊，干嘛要抢啊？是吧？他一个退了全退了，一冷场一套也卖不出去。所以我们说啊，一般卖商铺，商铺也分2类：社区底商和中心商业街。像万达金街这样的中心商业街，开盘的方式叫什么呀？叫做庄户式开盘，提前一户户谈，利用信息不对称，提前收钱，争取来10个客户买我10个商铺，一户装一个，不让他们抢购。有很多人买商铺很迷信的，带风水师拿罗盘过来了啊，我适合买这3号铺，这个铺的八字跟我相合。结果一开盘，如果定向挤压的话，被别人选走了，我懵逼了，没有别的可选。所以我们说卖商铺别墅基本就是一铺一价，一个别墅一个价格，而且价差非常大。但凡单价总价高的产品，价差一定会很大，这跟住宅的销售跟公寓的销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开盘策略以及价格策略、定价策略以及客户挤压策略，在不同产品的实施是完全不一样的。社区底商我们叫贴靠式开盘，中心商业街我们叫做庄户式开盘，而写字楼没有开盘，是吧？先从大宗开始，有大宗了，后边会有连带附带销售。写字楼的销售也很特殊，是吧？它不是把营销前置的，因为我们说写字楼的客群，它跟卖商铺的客群又不一样。商铺是投资性比较多，以个体老板会多，但写字楼一般都是买办，是企业行为，它更关注的是什么？产品的表面性征。一般我们包写字楼包3个核心卖点，第一个面子工程，我既然买写字楼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不管是投资客、自用客，都有一个长久的一个感受啊，我要在一个高大的一个很有体面的一个写字楼里面办公，是吧？我要站在一个玻璃幕墙后面，要俯视整个城市的夜景啊，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高级管理者的一个心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卖写字楼包装包3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形象面子，第二个就是办公室主任，是吧？形象面子是老板的心态，办公室主任买这个写字楼在这办公，成本能不能算过账来，是吧？员工的满意度能不能提升？底下是不是有地铁？方便有超市、便利店？有没有交通支撑？是吧？能不能在这省水电费？
是吧？能不能省成本？因为我是经营场地，要考虑成本问题。第三个就是业务经理的逻辑，我在这办公能不能多赚钱？能不能多开单、多展业务？楼里边有没有相关上下游的业务关联单位？所以写字楼的开盘一般都是从大到小，先有整层的客户，再去连带散户，而且这些买办他是不会参加活动的。我是一个行长的业务科科长，你那搞个酒会，我参加你活动去，是吧？回去没法跟领导交代，是吧？买这个写字楼是不是吃人家喝人家嘴短了，是吧？所以一般写字楼我们是一般没有前置活动的，什么售楼处开放、验本应该没有。但是你买了我写字楼之后了，我对你的客户进行后置营销，是吧？一个企业化工企业买了一层写字楼了，来，我们花个8万块钱给您搞个酒会，开2边拉费，是吧？你把您的上下游的朋友请过来啊，通知大家一下你要搬家了，搬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企业买了一层了，他的上下游的朋友很有可能跟他一起来搬家，买的这个地方搬家。所以我们说写字楼的营销是后置营销，它的开发方式跟住宅、商铺、公寓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我们所有的项目，我们在开盘之前，在进入首开期之前啊，一定要定制一个什么我们叫做开盘计划。你的产品、你的客群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开盘，这个是需要我们操盘手要仔细思考啊。还是我再强调一点，营销是道选择题啊。首开期第二个核心技术就是我们售楼处的样板间的开放，我们叫2大开放动作啊，一般都是售楼处开放认需筹，样板间开放认实筹，这2个开放动作做好，对你的开盘工作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为什么我们房地产要开盘？开盘很简单啊，开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临门一脚技术。我们卖的是期房啊，客户在没有看到房子的时候啊，他会很纠结，花这么多钱，毕生的收入还要贷款啊，买这个东西，本来就看不到现货啊，沙盘是假的，样板间也是假的，全是假的，是吧？他很纠结。没到交房，现在买房子，你要不逼他一下，逼定一下，挤压他一下，他会纠结到交房的时候再买现房。所以我们期房销售，我们匹配的就是开盘技术，这只有中国房地产有。要卖汽车呀、卖手机都是现货，是小期房、小期货交易，所以它不会开盘。但是我们为了逼定客户，让客户不要再犹豫，我们设定了一个时间啊，8月15号开盘，你来了3次5次了，到开盘时候应该告诉我买不买。所以我们开盘的解抽率一般50%左右，就不是所有人交了定金就是一定会买的，他一定会有人买了，有人没买。所以我们的开盘技术就是要给客户一个逼定，让他产生一种冲动，到这时间了要做个判断啊。那开盘前我们有认筹动作，有很多同行问我，孙老师啊，什么项目1次认筹啊？什么项目需要升级2次认筹啊？什么项目需要3次认筹啊？我从我个人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开盘认筹没有绝对的这种必须要1次2次。其实我们认筹动作很简单，一方面通过认筹动作捏合住客户，是吧？你交1000抵3万，你交了1000块钱了，你就代言我项目了，你总觉得这个房子是你的了，因为你交了钱了吗？就会持续关注我项目，参加活动，一来二去给你洗脑，对我们项目产生热衷，最后实现成交。所以我们说开盘认筹的最重要的技术环节就是要捏合客户，让客户持续关注产品。你交了1000块钱和不交钱，客户对你的产品的热衷度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通过认筹的方式，是吧？我们开盘卖1000套房子，认了2000多个筹，哟，这么多人抢这个房子，让我们的客户实现什么有效的横向挤压，产生货少人多的这种假象，产生这种挤压逼定。这就是我们认筹的一个核心技术。一方面是我们需要认筹，通过认筹的升级的方式去判断客户的意向度，来决定我们的推盘策略，推多少货以及价格策略，卖贵还是卖便宜，去试探客户。所以升筹也好，认筹也好，都是我们去试探客户的一个对我们的策略、推盘策略和价格策略作为指引的前置条件。那同样认筹也希望通过认筹动作捏合住客户，让客户感受到紧迫感。所以这是我们地产营销的一个特征。我们的售楼处开放和样板间开放是客户接触产品最好的时机，结合这个节点客户必须到访的节点，是吧？来有效的进行我们的筹量计划，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开期第3个关注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价格策略以及开盘的执行策略计划。一般这个时间是在开盘前7天我们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些动作，通过我们认筹客户的意向度让销售员反馈我们的 A 类客户、B 类客户、C 类客户有多少，通过我们的意向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对产品的这个敏感性来判断我们推盘的数量以及开盘的价格策略这个一定是在开盘前7天来做的
啊，我们在开盘的时候一定要会对价格和推盘策略有这么一个微调，叫庄户动作。但是啊，卖商业万达的我们的庄户动作会前置，一般住宅庄户啊，就开盘计划制定是在开盘前1周，而万达我们的庄户是在开盘前1个月，就是通过价格导入来引导客户实现销售。卖住宅我们关注的是老百姓对产品的热衷度，而卖商业我们关注的是老百姓有没有钱。啊，我们找卖商铺的客群，不是要找这些个喜欢买商铺的人，不是这样，一定要找这些有钱人。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的特征，不是让你买我商铺为赚钱的，是为了买我商铺保值、抗通胀、富人标配，能够把这个富人的这种消费需求啊，尽最大范围的把它激活，实现啊高转化率。你找一个50万的客户，是吧？我卖一个首付50万、100万的商铺，他很纠结，老子毕生的精力，这个收入全在这儿了，是吧？买不买这个商铺很纠结。但你要找一个500万的客户，是吧？拿出10%、20%买不动产，是吧？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通过郎咸平啊、水皮啊，通过政治宏观的这种发展方向、人民币贬值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水皮的这种金融学家、股评家告诉你买股票有很多坑，来让老百姓、有钱人知道必须拿出一定的资产买不动产。所以我们说，其实买住宅的逻辑和买商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价格策略以及开盘的执行计划也是要根据啊客群的热衷度进行实时调整。所以我们说开盘计划一定是动态调整，有很多国营单位啊，这个计划调整这个环节做得不好啊，一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根据客群的热衷度来去做一些判断。那这个环节里边有经常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在开盘前庄户的时候问销售员啊，这个80后的销售员说了啊，我有1个 A 类客户就必须买的，多少钱都买的，我有3个 B 类客户，只要价格合适就买，我有5个 C 类客户，是吧？纠结犹豫的客户，哎，80后的销售员是比较保守的。最后一开盘，哎呦，卖了7、8套，转化率挺高。你问一个85后的销售员，说我有2个 A 类客户，我有3个 B 类客户，我有4个 C 类客户，哎，如实的去反馈。你要问一个90后、95后，说你有几个 A 类客户啊？啊，孙总，我有11个 A 类客户，他们都买，肯定都买。我们发现啊，90后、95后的销售员非常可爱，啊，就是这批销售员，他们都是我们叫计划生育2代。就是他们的父母很有可能都是计划生育出来的，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独子，啊，2代计划生育人，他们是特别容易去独立思考的，就是他们特别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我们很多90后、95后的销售员特别啊爱相信客户说的话啊，我肯定买，放心吧。实际上这客户是忽悠你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不能相信90后啊，90后报出来的数字经常打个折扣啊，他说11个 A 类客户啊，5个就不错了。啊，我们要给这些个90后、95后的销售员要降温，客户不是说买就一定会买的啊，你不要用你的方式来去认可他们，一定要对他们的如实的判断，什么价钱买，啊，买什么产品要详细的进行挖掘和剖析，啊，所以我们说啊，第3个重要核心节点就是首开期要注意开盘前的一个落地性的打法计划有一个修正啊，跟我们开盘计划是不一样的，开盘计划是60天的一个工作计划，而我们的开盘的执行计划是开盘前7天进行一个推盘策略和价格策略一个调整修正，这样保证我们有效的转化率，这个是很重要的技术环节。那么第4个关键环节是什么呢？就开盘动作的落地执行以及开盘复盘会。开盘当天8月15号干的事情，其实我开盘那一天的动作不是一个动作啊，上午9点开始选房到12点结束，不是这样的。上午9点到12点选完房之后了，从12点到1点半中午的时间有一个啊未解除客户的一个情绪稳定。要稳定客户的情绪，不要客户的这种不买情绪啊散发到社会当中去，要稳定客户的不买房的客户情绪，而且要把这些客户再2次选房转化一下，邀约下午3点再回到售楼处，以送开盘礼的方式稳定情绪，让经理总监再次斩杀必定。有很多客户都是开盘时犹豫的，是吧？3分钟选房时间一纠结犹豫，时间到了没选房，他是有意向的，一定要把这些个意向客户再回来选房转化一次。所以我们当天下午的工作3点的工作啊，这我们叫做2开动作，又叫扫野动作啊，这个动作一定要做。有很多啊年轻的销售员总认为上午1次开盘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开盘只是挤压那种对开盘价格认可的客户，但是还有很多有意向客户，价格定高了他不买了，是吧？我们稍微给一点开盘优惠的话，他就可以再选一次，或者犹豫型的客群再选一次房子，就能够选择转化啊，他们意向度非常高。所以我们说一个项目的开盘计划是分为3个内容的。首先第一个，上午的挤压逼定，把那些个对价格能承受力比较好的客户斩杀掉，然后从12点到中午的1点半
这90分钟要做一个客户维稳，哪怕你不买我房子，也不能到社会上去宣传负面情绪，说我项目不好，稳定客户情绪。然后下午3点让这些个意向客户再次2次选房，再次挤压逼定，那么一个开盘动作才结束。第二个核心关键就是复盘会一定在第一时间要做一个开盘总结，把这次开盘的我们的客户反馈进行有效的总结。一方面做一个客户救赎计划，这些客户还能救回来没有？我们后边的加推动作是什么？加什么产品、什么价格，让这些个先期买房的、有意向的、没买到房的人能够再次买我的房子，是吧？水都烧到90度了，马上就开了，他们还有意向了，那么趁热打铁，在加推的时候把这个客户把它收掉这个复盘会最重要。其次就是这个开盘的总结，这种开盘方式哪点好哪点不好，总结下来为下一次开盘留下很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支撑。如果你当天不开复盘会的话，明天后天什么东西都忘掉了以后再开盘的话，这些数据就无法实现有效的这种支撑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营销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项目的第一次开盘的经验对后面的开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数据和这个经验一定要第一时间搜集和保存下来，对我们日后的同等产品、同等市场的这种这个工作展开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工作。这是我们提到的第4个重点工作。第5个就是我们的加推，又叫2开动作。一般我们首开之后的1周是客户答谢会，要逼定客户回款包括老带新激活。那么开盘后的2周要干一个2次开盘来清扫前期开盘未解酬客户，以及开盘到2次开盘来的这些个新客户首开进销3个亿打了广告了，这开盘了该去看房子去吧，这15天来的客户。还有就是什么呢？开盘买完房子的老带新客户进行2次清扫。有的时候你的清扫动作做得漂亮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清扫业绩比首开还要多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开盘不是点动词，不是那8月15号一天干的活，开盘是个时间动词。开盘前45天的续客以及升级挤压，开盘后的15天清扫市场以及2次连带消费，这个动作一定要做饱满。会开盘的人和不会开盘的技术人员，他的这个业绩确保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标杆企业考核开盘的第一 KPI 是解酬率，解酬率不是一次解酬的，是通过开盘上午的第一次解酬，开盘下午的扫野，以及7天之后的客户答谢会，12、15天之后的加推动作，这4次解酬加在一起实现高解酬率万科不能低于60%，万达不能低于65%的解酬率。这个高解酬率的转化率的核心的目的它的组成不是说一次转化，而是分批次的转化。开盘对我们每个操盘手的核心技术要求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卖多少货，而是通过开盘我们如实的了解成交客户为什么买的，不成交客户为什么不买的，对我们的推盘策略以及价格策略进行有效的支撑。就是真正的操盘手，我们是学会能够掌控客户的情绪，就我们让买得起18000的人买了房子了，买不起18000的人16000没买房子，我们也不可惜，因为我们要追求的什么？量价齐升，在保证销量的同时，还要保证企业能有溢价，就是把已成交客户的成交原因分析清楚，把未成交客户的原因分解清楚了，这是我们营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所以我们不要关注于数据，更多的是关注于通过开盘的技术动作对客户的心理以及客户的行动的一个试探，通过这个往复的过程去判断我们企业的盈利性以及我们的推货量，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操盘手要关注的事情。那么介绍完首开之后了，给大家再讲一讲续销期和清盘期。续销期呢，是我们说的一个项目稳定销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续销期工作好与不好，是我们评价这个项目的操盘手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你看首开，我们是通过什么售楼处开放、样本间开放、产品说明会、开盘这个庆功宴客户答谢会，包括2次加推，通过时间节点来考核这个团队是否有执行力的，你照着干就可以了。但是续销期了，路遥知马力每一个操盘手的操盘经验，每一个操盘手的管理经验是在续销期能够有效的展示就是你时间长了，续销期了，才知道这些水平。一般我们去衡量一个团队的是否具备营销力营销管理人员是否有能力水平，考察的不是首开，而是续销期。你在续销期的到访量转化率是否比同行要做得好，这就是你的操盘手的能力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操盘手都要注意续销期的能力水平续销期的打法水平才能体现出你自人的这个管理水平。而且我们很多标杆企业会找到我，孙老师你看我们这个区域里边有这个5个城市公司，你能给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走一圈，给我评判一下这个5个项目哪个营销的能力
好，哪个能力不好，好的我们奖励一下，不好的话我们调人啊，或者是惩罚一下啊。那我们一般都是在续效期去，我们不会评价首开期啊，因为跟客户是遭遇战啊，我们的这个定价呀，包括推盘策略呀，有很大的影响首开的这种效果。但续效期的时候，你通过它的到访量也好啊，转化率也好啊，包括它的费用费效比也好，一系列的指标可考核啊，这个操盘团队是否是专业的，是否是达到我们企业需求的。所以一般续效期的时候，我们要关注5项核心技术。第一个就是续效期的推盘计划啊，如何在没有首开、没有技术动作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打出节奏感，让客户多次到访啊，实现这个项目热销、持续热销，这是一个操盘手最重要的技术环节。如何在续销期做出营销工作来？而且我们首开期是靠我们的技术节点来挤压客户的，续销期没有节点了，客户是非常非常的冷静啊，非常非常从容。在这个时期如何有效逼定客户，这也是我们的续销期的打法跟首开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进入续销期了，我们有的企业叫平销期啊，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营销战略，把首开期的这种销售员的情绪，包括工作的内容，一定要调整成我们续销期的。路遥知马力，要玩持久战了，那你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啊，和客户的这种跟进的这个节奏以及内容，是跟首开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续销期的推盘计划啊，要认真的制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自拓团队啊，叫销拓一体打法，就是从18年开始，很多企业都组建了自己的销拓一体打法啊。首开期我们是做销，通过活动也好啊，通过推广也好，来了很多的这种自然到访客户。在续销期了，到访量下降了，我们怎么有效的获取更多的到访客户？一方面该宣传推广的推广，但是我们通过推广的自然到访数量会很有限，因为推广要有效的话，首开费又来了，是吧？我们打掉了这帮自然DM 客户了，自然到访客户了，那么续销期的时候，自然到访量很少了，那怎么办呢？为了保障我们按常有效的到访，我们一般会干3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我们的推广，继续推，但到访量会很有限。第二个就是我们主动拓展，叫做自销团队啊，跑出去做团购啊，出去做这个经纪人这个联盟啊，跑出去媒体开房团啊，整合一些社会资源啊，2手房2级联动啊，就是跑销技术，就是我们自建的这种自拓团队来做。第三个呢，就是引用渠道啊，利用一些个外部的渠道公司帮我们导入渠道的到访。但是问题来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企业都跟我说，哎呀，孙老师，我们出现了一个渠道绑架开发商的一个现象，我们的客户有80%、90%都是来自于渠道。恭喜你啊，你一旦被渠道绑架，会出现2个现象：你的自访到客户会越来越少，你的内鬼啊，销售人把自访客户都转嫁给渠道，自己接自访客户给12000、13000，转给渠道收200、300的这个奖金，那么自访客户会越来越少。第二个就是但凡渠道占了60%以上的话，你的营销费用会很难看啊，一个渠道就130、140，是吧？这是我们说低的，还有说150、160、170、180的。你的营销费用一般全中国的营销费用，我们按常管理费用一般直接费用是2.5个点啊，有的企业3个点啊，其中有1个点1%是人员费用啊，4%的工资，6%的提成，还有1个点是我们营销推广直接费用啊，就是我们的活动推广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媒体推广的费用。另外5%是物料道具制作啊、印刷安装费用，是吧？那你看融创就不一样，融创我们销售一体，它的2.5里边有1.7、1.8的比例都放在人身上啊。不同的企业这2.5是不一样的，但是大体上来讲的话，一个项目的营销费用基本控制在3以内。但如果你签了一个渠道的话，你的费用一定会超支，这样的话你年底的绩效会很难看。所以有很多的操盘手被公司挤兑走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你业绩能力不强，并不是你的这个专业度不够，有很多的原因是在于你的什么呀？营销费用超支造成啊。一旦营销费用超支了，老板就会对你产生质疑了。哎，这哥们儿怎么花这么多钱啊？旁边那个项目3个点，你花了5个点，这钱花在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有点什么灰色收入啊？自己这个换了我的这个营销费用，换了你自己的灰色收入了？一旦被公司领导质疑你的话，就很难看了啊。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我们在续销期的时候一定要有目的性的自建自拓团队，你的自拓团队以及我们的自然到访团的比例一定要站在整个项目到访的50%以上，要控制我们的渠道这个客户量啊，这点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就如何自建自拓团队，也是我们每个操盘手必须要具备的管理能力。那么续销期第3个核心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外部渠道应用及管理。你会不会管外部渠道？贝壳来了怎么管它？
啊，同样是个渠道，在不同项目的转化率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管暗场、管销售员，现在你还要会管渠道，你要会管小蜜蜂啊，是吧？会管客户团队啊。所以现在我们对暗场管理的这种销售经理或者销售总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管理的范畴和纵深半径是不一样的。管销售员有销售员的管法，你管拓客人员，你管小蜜蜂，你管电抠，管理啊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提是你必须要精通，第二个是什么？你管理要有效啊。那么续销期第4个里程碑节点就是我们工程节点的应用。一般我们的交付也好啊，竣工也好，封顶也好，这些工程节点啊，这种实用节点，我们如何去应用？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把交付当成开盘来做。一个项目有2次开盘，一个是首开，一个是交房的时候，一个是卖期方的开盘，一个是卖现房的开盘。但是现在很多开发商不敢在交付的时候做大量的推广和这种开盘节点支撑。其实在过去10年20年的时候，我们交付的时候卖房子是非常好卖的，是吧？我们第1次开盘就是营销开盘卖期房，等交付时卖现房了，还有很多老百姓喜欢买现房啊，家里急着这个改善的，急着结婚的，用现房的，是吧？但是现在由于我们的工程交付这块啊，老百姓经常会闹事啊，或者有些个交付的内容一些质疑啊，堵路啊，或者是什么售楼处去闹一些事情啊，就造成了很多开发商不敢利用这种工程节点和这个交付节点来做营销啊，因噎废食了。所以大家记住一点，续销期其实我们的节点很少啊，贴靠工程节点，贴靠交付节点把营销做好，也是我们营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啊。第5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交房营销节点的一个应用。一旦进入到交房阶段的时候了，我们的什么尾货呀，包括车位呀，就要进入强销期啊，就是利用交房这个节点贴上去来做一些个开盘技术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在续销期，我们有5个关键节点啊，分别是续销期的推盘计划、自拓团队的应用及管理啊，外部渠道的应用及管理，以及工程节点利用，以及交房节点的一个贴靠式的营销。这5个技术节点是我们在续销期的关键的里程碑节点。那么项目进入到这个清盘期了，清盘期要干什么事情啊？一般项目进入到10%啊，甚至有些企业到5%到清盘期，是吧？清盘期我们干2件事，第一个清盘计划，如何在清盘阶段做开盘，如何在清盘阶段如何清到一号不剩，如何在清盘阶段通过抵房的方式啊，如何在清盘阶段利用物业2、3级联动啊卖房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清盘最后的房屋完美的售罄。那么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营销后评估，把这一个项目3.2年的开发周期，从拿地开始到清盘做一个完美的闭合，把这个项目的营销的这种经验和不足做一个总结，以备集团公司下一个项目参考啊。做这个清盘的后评估报告也是每一个操盘手最重要的技术，你要学会总结，只有不断的总结才能为下一个营销工作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那么这就是我们说一个项目18个关键节点，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诠释。那么未来课程里边，我们会结合这18个节点，给大家逐一讲解营销在5大阶段一个项目从开发体系里边各个环节里边应该关注的内容。所以呢，苏老师这个课的含金量比较高这个课我们光做这个课件做了3年时间我们现在进中国的百强企业91个标杆企业讲解这个全体系内容，希望让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你可能不管是从策划线干起的，还是从这个暗场线干起的是从销售员干起的，还是现在干到经理总监了，都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逻辑，以备我们未来晋升做更高级别的管理提供很好的支持和帮助。那么给大家分享了营销工作管理赛季执行的18个关键节点，我们又叫里程碑节点。那么我们营销的5个管理岗位分别是项目总的营销、营销一把手包括暗场经理、策划经理和后台客服经理，这几个关键人物，他的关键职能在整个体系里边体现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表我们在不同时期，我们的参与营销管理的不同岗位的人，其实对18个关键点，他的管理重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项目总和营销总，这18个关键点是必须要全盘要介入的，全盘要考虑的。包括我们的销售经理策划经理，在不同的这种节点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图表一一对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结合我们一个项目营销管理的18个关键节点有效的展开。每一个节点我们都需要我们各部门之间的有效配合，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从头至尾完美的诠释，有效的落地。